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美国的政府是一个小政府。美国如此强大，为什么说它的政府小呢？这就是因为政府的权力是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我们说美国政府权力受限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说联邦政府在联邦主义，也就是 federalism 这样一种原则下，它作为一个整体，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力是被一分为三的。就像一条大河被分成3道小的分支，各司其政。这3条分支呢，第一个是国家制定法律的部门，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国会。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执行法律的部门，也就是总统和总统的办公室。第三个呢，则是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为代表的联邦法院系统。这就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种政体。通过一个河流的比喻呢，我们可以想象政府权力通过分流而变小，但是它作为一个整体又可以执行一个完整的国家职能。比如说一股可以淹没一座城市的大洪水，如果分成3道，自然每一道分流的冲击力就会变小。它的冲击力变小呢，不但不会对人民生活造成灾害，还可以通过把这些水流加以规范，变成灌溉田野的水利资源。所以说，用3条河道比喻3个政府分支，作为一个统一政府的3个组成部分，它们是可以有效的运行，渗透在国家和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的。同时呢，这3个分支又不至于合成一股洪流，发生于类似洪水灾害一样的政府权力过大，以至于碾压人民利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宪法所规定的3个分支相互独立，他们要在各自的权力范围之内，不受任何2支的制约。这就决定了国会、总统或者法院的任何一支都只能在其职分之内行使权力，没有一支的权力可以超越在其他2个分支之上。如果政府的一个分支出现了越权，或者是他对权力的使用不当，怎么办呢？比如说，总统在执行行政职权的时候，实际上是行使了国会立法的权利。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说中国人喜欢利用旅游签证来美国生孩子，获取美国人的国籍这件事情。川普总统呢，他曾经提出过要废除落地国籍制这种制度，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作为他的个人意见是没有问题的。他作为总统有权利废除这种落地公民的法律吗？答案是没有。这个时候呢，假设总统想利用他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想法，他就会僭越到了宪法以及国会制定移民法的职权了。所以当总统的行政命令和国会的立法权发生冲突的时候，联邦法院这个时候就会出来充当裁判。当案件送达到最高法庭，通过9位大法官律师们的辩论，最终呢是9位大法官投票决断该分支的做法是否违背宪法3权分立的精神。而法院呢，作为司法分支，它要真正的行使权力，它必须有实权来做独立判断，完全不受其他2个分支的制约。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9位大法官都由一个总统或者是由一位国会发言人来任免，那么大法官的司法权实际上就要受制于行政或者是国会了。打个比方来说，中国古代的皇帝任命的官员，他们拿的是皇帝赏赐的俸禄，所以他就要对这位给他衣食俸禄的皇帝负责。同样呢，大法官们如果接受总统或者国会的俸禄，那他就不是司法独立了。因为法官如果从总统行政部门领工资，可以被总统罢免，那他就必然要受到总统的牵制。法官也是人呢，为了生存，为了能够继续领受这份俸禄，他难免要为5斗米折腰。如果他们不能作为完全独立于总统的政府部门，他就没有办法挺直腰板，完全的依照宪法和法律原则来伸张正义。所以在美国的历史上呢，
因为法院属于广义上的联邦政府的独立分支，具有宪法所赋予的与国会和总统同等的权利。9位法官合起来的政治权力不但不低于总统，而且从他们的终身任期制度来看，9位法官合在一起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某一任总统的影响力。因为总统最长2届，任期8年，而大法官呢，一旦任命，除非有重大道德过失和犯罪的行为，他都是终身任职的。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宪法对政府设计的这种巧妙的构思，也就是说，联邦法院作为具有长久和重要影响的政治权力的分支，在任何时期，它都不可能出现一个人独断专行的情况，所以一切重要的决定都是需要经过9位法官，这9位非常聪明又有智慧又非常有德行的大法官来共同裁决。在美国呢，你会看到总统啊、国会发言人一被起诉就会上新闻，而且法院呢对待总统和政府人员他审理的程序跟老百姓的案件基本上没差。所以在美国呢，法院审理判例呢也都是公共信息，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最高法院的案件审理网站，去那个网站上浏览。在这个网站上呢，你可以收听律师们当庭辩论呢，还有法官们的意见。如果你在美国念法学院的话呢，读经典的宪法案例的时候，你还可以经常看到美国政府作为 US 以及各种州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之类的，都是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法院诉讼案的被告席。因为法官判案依据的是宪法和联邦各个州的法律条文，无论是联邦还是州法院，他们都是完全独立于行政部门的政府机构，所以法院对待政府部门，也就是说三权分立之中的政府行政部门或者是立法部门，法院就像对待其他个人或者团体的原告和被告是一样的。所以在美国，从体制上讲，在法律面前不仅是人人平等，而且是普通人和政府也是可以平等对峙的。这种权力分成3支，以及非常明确地规定政府司法和立法功能独立于行政部门，是美国联邦政府运作的一种常态方式。这种权力的分散呢，正是联邦主义的精髓，也就是 Federalism。这种设计呢，它为的就是打散可能过于集中的政府权力，从而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政府行为的骚扰和侵犯。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分散呢，我们就举一个中国古代的例子，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可以立法、执法、司法集于一身，所以他从定罪到判你有罪，到把你关押送审施以刑罚，是可以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呢，全国臣民的命运呢，就会集中在这一个皇帝的智慧和德行修为之上。所以如果遇到比较缺少智慧和德行的君主呢，那大家就只能自求多福了。而美国的三权分立的这种制度，之所以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发明和一个重大的进步，它的原因就是它打破了专制独裁者这种一言堂的局面，它把政府的职能永久性的一分为3，大家各司其政，3个完全相互独立的政府部门互相协调、互相监督，使得政府的权力更加受到均衡。从制度上呢，也将滥用职权的这种可能性降到了最低，所以它以一种低风险来完成对社会的一种有效的职能的运作。除此之外呢，美国这种三权分立的政体的独到之处，就是它的权力分流还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的。也就是说，当国家面临重大的危机，比如说自然的或者战争灾难的时候，总统代表国家的行政部门，他是可以有权利在紧急状态下做出重要的决策来统筹全局的。而我们要注意啊，这种时刻总统的巨大权力，它因为不是根源于宪法所规定的行政职权，所以必须由国会制定法律并且授权。这种授权制度呢，当然也是基于这个三权分立的精神。总统作为行政部门，他只能执行国会制定的法律，
而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利。所以要给总统一些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权呢，也必须由各个州选举出来的议员代表聚在一起，在国会进行投票表决，通过了之后呢，才能确立。我们说这样的法案呢，在美国240多年的历史上，它是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开始确立，直到1976年呢，才正式有了今天的国家紧急法。但是呢，基于前面所说的美国宪法所确定的三权分立，就是为了要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这样的法案呢，它也是在国家面临非同寻常的危机的时期，比如说像今年的这种冠状病毒流行所造成的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或者是战争爆发的时候，总统才可以启动战时紧急法案，也就是国家紧急法案，来调动这种联邦的资源。然而总统动用这种超出宪法基本行政权的法案的时候，他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宪法的分权是永久性的，而这种法案呢，都是有有效年限的，也就是说它随时可以被提议做出重大的修改，甚至废除掉。对总统个人而言呢，对这种法案的运用不当呢，也会因为违背宪法的基本精神而严重的影响他政治形象和他继续连任的机会。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和具体法案的运作，对联邦政府，尤其是以总统为代表的这个行政分支，它从政府结构上就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